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003号航母甲板大洞消失，一张公开照片让美军彻底抓狂。近年来，中国海军持续建造新型舰艇，其中的003型航母备受关注。最新照片显示，003型航母仍在继续建造中，甲板开口处的施工并未完成。从整体来看，003型航母的进展与2个月前的外在变化并不太大，相信是在进行航母内部设备的安装，因此靠近舰岛的2个大的开口仍有非常多的通风管道。国内外军事媒体多认为003型航母的甲板面积是所有常规航母中最大的，甚至可能会超过美军的尼米兹级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甲板面积越大，就能够搭载更多的舰载机，以及能够快速有效进行甲板起降作业。此外，航母舰首的3部电磁弹射器凹槽也非常清晰，除中间的凹槽似有安装设备的动作外，其余2部暂未见任何动静。由于是首次建造带弹射器的航母，工程师们和工人们的举动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由于仍采用常规动力系统，003型航母的舰岛因设计有排烟口而显得非常大，但相比巨大的甲板以及辽宁舰、山东舰的舰岛，这艘在建的航母的舰岛就显得非常紧凑了。针对实力不断扩充的中国海军，美国国会在8月初发布的报告就提到，003型航母有媒体认为航母的排水量可能在8万吨与8.5万吨之间，但商业卫星图像表明，美国低估了它的吨位。这艘003航母很有可能更接近美军航母的排水量10万吨。中国003航母为何不是核动力，形势不等人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军事工业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军费充足和科技完备的情况下，中国的武器装备在近10年间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仅拥有了自己的航母，甚至还有了2艘。目前，中国的第3艘航母003号也正在光速建设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速度。然而，近日003号航母的建造进度却给了翘首以盼的军迷一盆冷水。003号航母已经安装了舰岛，并在舰岛上发现了常规动力航母的排烟设备。003号航母的动力系统终于是尘埃落定，这将是一艘满载排水量在7-8万吨的常规动力航母。其实，关于003航母是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军迷们总是议论纷纷。支持003是核动力的认为，中国需要大量的标准型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完成中国突破美国岛链封锁，完成航母舰对全球打击的战略目标。而支持常规动力的则认为，中国需要建造多艘航空母舰，逐步实现从常规中型航空母舰走向核动力重型航空母舰的道路。001辽宁号是苏联的壳子加中国的技术，002山东号是完全国产，但设计按照001改进的。那么003就应该是按照中国的船舶建造规律试验平甲板弹射起飞的常规动力航母。004在弄核动力，甚至说福特级的全电动力推进系统要到005才能够进行相关实验。现在2派之争胜负已分，003的常规动力布局已成定数。那么我们就需要分别从技术角度和战略角度上分析，为什么003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003又将给中国海军带来什么？从技术角度上来看，中国的航母发展事业已经是处在一个发展过速点的道路上。诚然，美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全电推进电磁弹射的超级航母福特级，但是中国拥有航空母舰不过是近10年的事儿。就算从辽宁号进入大连造船厂开始，那也不到20年。而美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进行了航空母舰的相关测试，在30年代，直通甲板常规动力航母就已经成为机动舰队的主力了。美国更是在2战结束之后就开始了现代蒸汽弹射的实验，并在后来开创性的使用核动力加蒸汽弹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光正规航母就建造了超过60艘，其中积累的技术经验总结才成就了今天的福特级。因此，中国即使摸着美国过河，也必须一步一步的稳步尝试，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出错。其中，核动力的水面舰艇更是中国船舶制造系统从来没有进行过尝试的领域。
虽然早在2018年，中国船舶工业就已经发过核动力破冰船的概念设计，2019年公开招标核动力实验船平台，但这也意味着在003号航母立项之时，中国并没有完善可靠的大型水面舰艇核动力相关技术实验底子。如果此时一味地追求核动力，把003号当作核动力的实验船，仅仅发生 CVN-65 企业号的那些问题，都算是好的。一旦发生跟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一样的动力不足和可靠性问题，就会导致中国第3艘航空母舰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是国防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重大战略失误。在战略角度上分析，在最近的10年内，中国的海洋国防战略目标依旧是以突破岛链封锁，并在必要时执行山河统一的收尾任务。因此，中国航母的现阶段核心任务并非是进行跨地区的武力投送，而是在第一岛链外围进行有可能出现的反介入作战。这一作战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远洋舰队和航母编队配合，对从关岛和冲绳地区可能出现的敌人进行拒止作战。如果此时中国的003航母未能形成可靠战斗力，执行反介入作战的航母单位很有可能出现一艘航母面对超量敌人的危险情况。因此003所需要承担的任务与辽宁号和山东号所不同的是，它必须在建成之初就承担着快速形成战斗力，并能够在紧急状况下快速投送空中载具。003不仅仅是一艘训练中国航母成员和飞行员的训练舰，更是一艘随时能打、必须打赢的必胜舰，因此必须求稳。但是中国的海军建设脚步绝不会停止，未来的中国海军核动力化是历史趋势。可能会让军迷失望的是，中国的004航空母舰很有可能还不是核动力航母，而我们梦寐以求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船舶工业的一步步探索前进。不过这一天已经不再遥远。003型航母将为解放军第一艘不依靠滑跃甲板、具备电磁弹射系统的超级航母。解放军航母战力目前由山东舰和辽宁舰2艘航母组成，配合海空军兵力常态化、远海长航训练，已经加强解放军战场运作能力。003型航母服役后，解放军将具备于第一岛链内对台对美的区域拒止及反介入能力的完备优势。受到大陆与海外民众高度关注的第2艘大陆国产航母003型，近日又有建造新进度照片曝光。新进度显示，与2个月前外表变化不太大，甲板开口处的施工尚未完成，可能大型基建仍在安装当中。对比在甲板上工作人员体型，整艘航母显得非常巨大。但媒体与网民仍关注003的尺寸跟外国航母比起来如何。有媒体分析称，若论甲板长宽或是面积，003可能比所有正在服役的各国航母都大。由于仍采用常规动力系统，003型航母的舰岛因设计有排烟口而显得舰岛体积很大，但相比巨大的甲板以及辽宁舰、山东舰的舰岛，这艘在建的航母的舰岛就特别显得紧凑。一直以来，航母的发展体现出一个国家海军的综合实力，而目前我国的辽宁舰和山东舰正式服役。虽然我们在航母的研发上晚于其他国家，但是如今我们成功地掌握了航母的自主研发技术，这足以证明我国军事水平已经全面世界级强军行列。随着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如今不仅有技术、有水平，还有着惊人的造假能力。当然，这2艘航母并不是中国的最终目标，而是在此基础上要建造更多的先进航母。新型航母的建造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如果按照现在速度发展下去，那么我国就很有可能实现航母发展史上弯道超车的记录。我国军事专家曾表示，在未来10年内，我国一口气要制造出6艘核动力航母。此条信息已经发表，全球各国在表示惊讶的同时，也都纷纷表示，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海军的作战实力就和美国海军旗鼓相当。俄罗斯军事专家公开表示说，最近几年，随着多艘驱逐舰、护卫舰和航母的服役，已经让中国跻身为世界海军强国。仅仅用了10年时间，中国就成功的进入双航母时代。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前苏联瓦良格号的航母的基础上，研发建造了山东舰，这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掌握了建造航母的技术。中国必然不会满足于此。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还会建造出更多的航母。国产航母的相关信息一直以来都是居民朋友们关注的重点。除了目前在建的第3艘航母，
下一艘航母何时开工建造，具体细节如何，同样被长期关注。按照我军过去以往的装备研制传统，在一型装备尚未正式服役之前，下一代次型装备的预研工作往往就已经启动。航母这种极为重要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自然也不例外。对我国海军发展长期关注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近期刊载文章称，中国目前正在加大第4艘航母的建造进度，舰船龙骨将会在近年2021年安放建设航母所需的各项设备和材料采购工作已经在进行当中。预计到了2035年时，中国海军将会拥有多达6艘的强大航母力量。第3艘国产航母的建造工作已经临近尾声，陷入了收尾阶段。不出意外的话，在今年即可成型下水，进入后续的西装阶段。除了安放龙骨以外，第4艘国产航母所需使用的特殊钢材、部分舰上元器件已经在2020年就开始采购。到目前为止，计划建造工作一切进展顺利。但需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社并未给出能支撑这一论调和说法的证据，仅仅只是转述美国军方的一些消息和观点，所以具体细节如何以及真实性怎样还不太好说。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